长得挺好看，可惜是渣男的小叔。小月，和凤家联姻只是权宜之计，我都是为了你。他知道自己是小三吗？这件事不准再提。苏苏是首富凤家的千金，你最好不要惹火烧身。真的。有什么？这一定是幻觉。我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竟然睡了迟夜！这可是南城活阎王啊！试图靠近他的女人，不是疯就是傻。完蛋了！不跳也是死。别让我抓着你！池总，昨晚的监控已经恢复了。人呢？查了宴会名单上的所有人员，包括男人，都是知道规矩的，没上过2楼。腰上朱砂痣有线索吗？毕竟是比较私密的部位，还需要点时间排查。说不定是自己撞的呢。这么离奇的春梦，总裁果然单身太久了。继续查，抓到人，先剁掉他的爪子。终于走出来了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还好我为了偷溜进去，提前踩过点儿，躲着摄像头逃出来的，应该没被发现吧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一整晚。干什么？怕我曝光你吃软饭，毁了你的大好姻缘？背着你和别人联姻，是我不对，但是凤家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小月，你一向很善良，一定不会破坏我的订婚，对不对？你爱娶谁娶谁，与我无关。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什么货色，也敢染指我的人！医生，可以帮我拿一盒避孕药吗？你好，你是想要避孕？冰袋，对，我要个冰袋，用来冰敷的。好的，稍等。小叔，你也来买冰，不是，你也来买药。正巧看到你进来，受伤了？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给。小叔，我先走了。重点查后院监控和医院记录，从2楼跳下去，他很可能受伤了。
小月，脚还疼不疼？不行就回家休息几天，不扣你钱。没事的，风叔叔，早就不疼了。丫头，凭你名牌大学的学历，毕业了应该能找份好工作，何必这么累？白天做饭跑腿儿，晚上还要赶论文，身体受不了的。我想多赚点钱，帮孤儿院的弟弟妹妹改善生活嘛。我女儿有你一半独立，也不至于天天闹着嫁人了。姓池的臭小子贼眉俗眼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谁啊？南城最顶级的云端酒店，在咱们这点外卖？怎么嫌弃咱们小店儿？没有没有，您的手艺堪比米其林大厨，云端酒店算什么？这么可爱的女儿，她父母怎么狠心丢去孤儿院？外卖不能上楼。麻烦你通融一下，客人说了必须送上去，否则会投诉我们店的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们酒店有规定，非会员，特别是打扮寒酸的，禁止乘电梯。哪有这样的规定？没见识！好心提醒你，有空跟我争，不如赶紧爬楼梯上去。素素，酒店大厨亲自给你做菜，你不吃，怎么点这种路边摊啊？脏死了，你也不怕吃坏肚子？谁说我要吃？客人，您的外卖。撒成这样也敢送上来？只是撒了一点点汤。那又如何？跟你这张脸一样，看着就倒胃口。建民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凤家千金凤苏苏，你竟然让她吃这种恶心的东西，赶紧跪下道歉！原来她就是凤家千金。你们明知我坐不了电梯，故意让我爬楼梯到33层，饭菜洒了也是情有可原。大不了我赔你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臭要饭的说要赔钱。这里预约一次要100万，还有这几瓶高级红酒，算你200万好了，赔吧。你们怎么不去抢？不想赔钱可以，把它舔干净。你故意的。哎呀，被你发现了。谁叫你不自量力，竟敢勾引旭东哥哥！苏苏，不会吧？池少爷能看得上这种贱民？当然不可能，旭东哥哥在孤儿院认识的，玩玩而已。陆小月，麻烦你照照镜子，一个低贱的孤儿，下三滥的货色，也配跟我抢未婚夫？你们最好锁死，我才不回收垃圾。既然你不想吃，我就叫上整个孤儿院的人来帮你吃，好不好？你冲我来，别动他们，那还不快舔！再废话，就把你的破孤儿院铲平！我吃。小叔，订婚宴将至，
您看是不是先安排我进集团管理层？否则凤家的准女婿只是个小管事，说出去也不好听。你未来的岳父还是个赘婿呢，凤家不在乎这个。快吃，都舔干净！叫你勾引苏苏未婚夫，真不要脸！小叔，没出息，愣着干什么？真饿。苏苏，你这是？旭东哥哥，他毁了我的生日宴，我教训一下你不会心疼吧？怎么会？我和他早就分手了。池小叔叔，您毕竟是长辈，插手我们这些小辈的私事不太合适吧？你在教我做事？就算你母亲站在我面前，也不敢这么放肆。小叔，陆小月毕竟是我前女友，您越界了。池玉，他不过是我不要的破鞋而已，你确定要捡？你胡说什么？他都这么欺负你了，还忍？池旭东，你就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渣男！你记住，今天是我甩了你。还有，不是我跟你抢未婚夫，而是你小三插足。什么叫小三插足？池旭东，你给我一个解释。脚受伤还爬楼梯，想变残废？没有。别乱动。你脑袋上的伤，野猫抓的。小叔应该没认出我，可他刚才说要越界是什么意思？太晚了，睡吧。不要！到底是要还是不要？虽然我和池玉生分手了，但您毕竟是他的小叔，我的长辈，我们不能。我只是帮你关灯。啊！你再这么莽莽撞撞，脚迟早要废掉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住这里，直到伤好了为止。我会派人看着。可是我不回孤儿院，院长会担心的。外卖也搞砸了，要跟老板解释。还有兼职得做，耽误几天就少赚好多钱。这么缺钱，这么缺钱，就当池旭东欠你的。不要。没密码，你不要就捐了。在这里安心休养10天，提前1天下床，我就往卡里打100万。腿瘸了，想赚钱也赚不了，明白吗？哦。手机给我。我记下号码，帮你跟院长和老板解释。有事找我。既然我和池旭东分手了，就不应该再叫您小叔。也不能老麻烦您。不麻烦，称呼无所谓。这样下去，迟早会露馅儿啊！池总，已经第9天了，能放我回去吗？少1天，多加100万。老古董。总裁，排查完毕了。宴会那晚和您发生关系的女人不在受邀名单上，她确实受了伤，但还是躲过了大部分监控，没拍到正脸。知道监控位置，看来是早有预谋。继续查。
陆小月，宴会那晚，你是不是爬了池玉的床？我没有。池玉一向心狠手辣，你让他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他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怎么敢招惹他？我又没疯。最好不是。我警告你，池玉帮你只是为了恶心我，别妄想攀高枝，她不是你这种女人能驾驭的。陆小月，你还敢勾引我未婚夫？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是不是？真是晦气！池旭东，我还就告诉你，池玉偏偏就被我这种女人驾驭过了。你乖乖叫声小婶婶，我还能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小婶婶，想当小婶婶？不是，池总，我一时生气，胡言乱语，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怪不得在我生日会上你装的一副可怜样子，原来是想勾引池小叔叔。可惜连那些个名媛千金都失败了，你这样的贱骨头，不会真以为自己能靠爬床当上豪门太太吧？你说谁是贱骨头？你这个土包子，还敢跟我顶嘴？嘴巴放干净，我对你们这些豪门没有丝毫兴趣。陆小月，我知道你是故意说谎话气我，赶紧跟小叔道歉。站一边去，他不需要道歉，但是你想在池家站稳脚跟，处事就给我小心一点。你应该清楚，这个家里不是什么人都能得罪的。池家私生子为了上位，攀附首富之女，欺辱正牌女友，这种消息若是影响到池家的名声，我随时都能让你滚出南城。小叔教训的是石小叔叔，是这个贱人勾引旭东哥哥，你骂他干什么？需要我去凤家告诉凤兰，她女儿满嘴脏话，行为不端吗？别，石小叔叔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不要被骗。赶紧滚！哼，怎么驾驭的我？讲来听听。只会啊。那都是气话，我哪敢驾驭您？不敢，我看你胆子挺大的。喂，怎么了，奶奶？您又找不到档案啦？可不是嘛，7号你通宵整理的，怎么就找不到了？明天投资人要来看呢。急什么？脚怎么样了？没事的，奶奶，我早就好了。你这孩子，要不是旭东小叔打电话来，我还被你蒙在鼓里。是旭东吗？不是，是池总。这样啊，那正好，你们明天一起回来吃饭吧。孩子们包了饺子，得好好感谢一下。奶奶，池总可是大忙人，哪有空跟咱们吃饭呀？等我回去再说哈，拜拜。池总，您刚才问我什么？没事。那我明天能回孤儿院吗？问我干什么？你不是答应的挺快吗？自己注意点，别整天冒冒失失的。再让我逮到你脚受伤，1个月不许下床。谢谢池总。池总，你几次帮我，也是怕池玉东劈腿的事传出去，有损池家名声吧？你觉得呢？我先走了。我真是疯了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池旭东这个臭小子，竟然瞒着你要和别人订婚，当了少爷就飘了。奶奶，您别气，我已经把他甩了。这个小白眼狼，那你前几天要我跟你对口供，隐瞒你去池家的事儿，又是怎么了？我一时冲动打晕了池总，他正到处抓人呢。那你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，求求人家原谅你。我不去，那个大魔王，我看见他就害怕。你这孩子，虽说池家人都不是东西，但这个池家小叔是个明事理的，
要不你跟人道个歉？我可不敢，您不知道，池总这个人冷血无情，好多女人都被他吓疯了，他就是个大魔王。你是池总？救命！怎么每次都被抓包啊？这些天小月多亏你照顾，多谢。应该的。池家小叔，这是小月到孤儿院时穿的。哎呀，奶奶，您拿这个出来干什么？孤儿院最近情况不好，我年纪也大了，你看能不能帮忙找找血月的家人？奶奶，不是马上就有投资了吗？我也可以赚钱。杜兜是好料子，应该是个富裕人家。这个刺绣我虽然看不出是什么，但肯定是能证明小月身份的东西。这么丑，谁认得出来？这是这小丫头，该不会是那家的吧？我会帮忙调查。我看得出来你和那些池家人不一样，小月能有个好家世，也不至于被池家欺负，被那个白眼狼抛弃。孤儿院就是我最好的家世，这里是我家，我哪也不去。你不想找就不找，借你靠一会儿。今天很想起来。我是被生母亲手丢掉的，池旭彤不一样，他母亲很爱他，却积劳成疾去世。我又羡慕又心疼，拼尽全力帮他完成心愿。现在他如愿以偿，却像他父亲当年抛弃妻子一样，嫌我配不上我。家世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我自己。除了家世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而你什么都有。小月姐姐跟男朋友约会，羞羞。张小虎，你是不是屁股痒了？您别生气。他把我看成你男朋友，是不是说明我还没那么老？当然不老，您可是南城最炙手可热的高富帅，和您一比，池旭东简直就是个小丑。我比他好，那你要不要我报复他？真的不需要我一起？只是和投资人聊一聊，我可以的。再说，您应该有很多事要忙。好，有事找我。陆小姐，这份孤儿院的规划是总裁连夜让我做的。陆小姐，其实你可以考虑嫁给池总。池总手握池家经济命脉，嫁给他，您就是池少爷的小婶婶。想让他3拜9叩都可以。池总的钱您随便花，开10个孤儿院也不在话下。池总还洁身自好，您根本不用担心小三小四。停，您别开玩笑，我先进去了。总裁，陆小姐拒绝了。您真要娶陆小姐？睡您的女人还找吗？有线索。大小姐找到我，说那个女人好像有点眼熟。继续找。池总昨晚说的报复，不会就是这个意思吧？唉，如果没有把人睡了还踹一脚，我就真的心动了。你好，我是阳光孤儿院。怎么是你们？
你们认识？妈，他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，想抢我未婚夫的绿茶婊。凤苏苏，你是在自我介绍吗？小月，我已经订婚了，你放弃吧。恶心！你真要走？为了让你和旭东哥哥两清，我可是专门请了我妈来给孤儿院投资。把我忽悠过来，就为这点小事儿？妈，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，你难道要让这个小三儿毁了你女儿的幸福吗？原来您就是凤总，谢谢您选择阳光孤儿院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选择并不明智。您作为商人，就算对我有偏见，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吧？你什么态度？想要投资，先磕3个响头再说。你别太过分！听说你们孤儿院马上要拆了，不磕的话，就让那些孤儿等着死吧。说话算话。磕得太轻，可就没有诚意了。谈月短语敷衍。蠢货，你上当了！我妈才不会给那个破孤儿院投资呢。凤总，这就是凤家的教养和呈现。你可以把它看作警告，凤池两家已定下婚约，容不得外人破坏。另外，阳光孤儿院没有任何投资价值，我要的是那块地皮。想让我卖掉孤儿院，不可能。相关部门会重新评估，你们拿不到机构认证的。500万卖掉和被迫关停，选一个。贱民，装什么清高？你纠缠旭东哥哥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是池家少爷，不要把我和你混为一谈。卖掉孤儿院是为你好，你别不知好歹。陆小姐，注意你的身份，别得寸进尺。凤家想要的东西，你守不住。我不会卖的，你们滚！卖不卖，由不得你。这次只是个小小的教训，识相的话，离开南城，别来碍我的眼，否则下次我可就不会这么温柔了。旭东哥哥，我让我妈替你安排了商界名流的晚宴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阴沟里的老鼠还妄想爬进豪门，你就该烂在下水道里，明白吗？池总，我想和您结婚。过来。池总，刚才是我气昏头了，您当没听见行不行？恐怕不行。完蛋了，他会不会把我和那些女人一样扔进妇人院？我还没活够呢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民政局。他们下班了吧？那就明天。等一下，池总，您真要和我结婚？你不是向我求婚吗？不是，我说话没过脑子。我愿意。无论你的目的是想保护孤儿院，还是想教训渣男，都可以。不行，
池家肯定会为难你，你也会被外界嘲笑的。你这么怕我，怎么不知道池家我说了算？我池毅要做什么，没人敢多说一个字。可你也不喜欢我，太委屈你了。你呢？委屈吗？我早点睡，明天去登记。为什么心跳的有点快？我真的结婚了。右手伸出来。好纯净的粉钻，这么大一颗，起码得1000万吧。你对珠宝有研究？学过一点。时间比较匆忙，来不及定制更好的，你先带着吧。不行不行，太贵重了。池总，我要是给您弄丢了，把我卖了也还不起。还叫池总？我还没准备好。叫明哥。钻石没你值钱，好好戴着。小月，你的脚怎么样了？已经好了，我下午就去上班。不急，你小叔替你请了1个月的假呢，要不要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？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好啊，什么时候？明晚8点云端酒店，你报我的名字就行。店里忙得很，我先挂了，你一定要来哈。这么巧。池旭天的订婚宴是什么时候？明晚8点，云端酒店。这么巧。池月，要不我不去池家的订婚宴了，真要闹起来，凤家就和你结仇了。小小年纪别操那么多的心，说不定我还能趁机把凤家收入囊中呢。走吧，既然是砸场子，我老婆可不能看得太普通了。老婆。旭东，我只有这1个女儿，今后就要交到你手里了。你能向我保证，一辈子爱她，不欺负她吗？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苏苏的，我保证。池玉清，这话你也和我说。小月，你认识池旭东？你们什么关系？爸，他就是那个小三儿，贱人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我的订婚宴上撒野！怎么会？我是不是小三，你一查便知。你好歹是凤家千金，何必在一个渣男身上吊死？陆小月，你少挑拨离间！我从始至终爱的都是苏苏，你再怎么颠倒黑白，也只是自取其辱，明白吗？小野种，你还真是贼心不死！当初你求着旭东娶我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一个孤儿，哼，怎么配得上我儿子？你就说嘛，越是打扮的珠光笔气，越是显得穷酸。原来是个没人要的孤儿。这种贪慕虚荣的捞女，怎么敢跟凤小姐抢男人？哼，说完了，一个吃软饭的私生子而已，我才不稀罕。不过嘛，旭东早年走丢，生活困苦，你不过是给过他一点小恩小惠，就妄想嫁进池家捞钱，真是异想天开。我池家的大门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说完了，一个吃软饭的私生子而已，我才不稀罕。不过嘛，不过什么？这池家的大门，我非进不可。你凭什么进？难不成凭你的这副样吗？
陆小月，你该不会是想当众引诱池家的叔叔伯伯们，挑一个当老公吧？苏苏，注意分寸。你别说，这女人看着挺清纯，但是不知道实际什么样的。吃进那个人肯定喜欢。那岂不是父子齐上阵？这几个人记下来。是，总裁。折辱总裁夫人，大陆神仙也救不了你们。我要是真的挑一个呢？不会吧？你真以为池家人能看上你这种货色？池家可是南城第一豪门贵族，多少名馆挤破头都进不去。你想以色示人，也要看自己配不配。池旭东这样懦弱无能的软饭男，我还真看不上。都有凤家千金愿意下嫁，我又有什么配不起的？够了！旭东是我唯一的孙子，未来他就是池家的继承人，拥有池家所有产业。何须吃软饭？你这个老头真糊涂！池玉是你亲儿子，整个池家的产业都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，你凭什么随便送人？还是送给池旭东这个草包？我池家的家事由不得外人知会，来人，把他撵出去！我池婷的妻子，谁敢动？小叔，我知道你护着她是为了针对我，但你不该开这种玩笑。陆小月是我的前女友，你怎么能娶她为妻？怎么不能？我们已经……不好意思，已经娶了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陆小月，你果然早就爬了小叔的床！注意你的称呼，她是你小婶婶。小弟，她可是旭东的前女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池氏集团总裁捡侄子的破鞋，你就不怕影响集团声誉，让池家沦为笑柄？燕君胡闹！今天的事，麻烦诸位守口如瓶，趁消息没传出去，赶紧离婚，否则你这个总裁就别当了。随你的便。逆子！长青，送老爷子回老宅。是。小月，就算你跟咱爸赌气，起码找个家世清白、知根知底的女人。这种狐媚们，大姐，我是认真的。既然如此，姐支持你。这么多线，只有我能靠近阿玉，他怎么可能对一个黄毛丫头动真情？这几次偷拍的照片发你邮箱了，你看一眼就明白。更何况婚后两人朝夕相对，难保不会查清楚这个贱人的来历。我很快回国，阿玉只能是我。妈，人都走光了，我的订婚宴全被这个贱人毁了，你要为我做主。池总，既然你们已经结婚，那么陆小姐和池宇东的过往也应该一笔勾销。今日你纵容陆小姐搞砸订婚宴，总要给凤家一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交代？让陆小月跪下给我道歉！你也配？凤兰，上次你女儿逼小月下跪，你也在场吧？若是不想凤家消失，就让她加倍磕回来。我可是凤家千金，凭什么给一个贱民磕头认错？池小叔叔，你老牛吃嫩草，竟然还被这个狐狸精耍得团团转！小叔，就算陆子月嫁给您，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孤女，您不能为了她毁了池凤两家的关系。何况陆小月不是真的喜欢你，她只是想进池家捞钱。孤女怎么了？我老公就想帮我撑腰，就喜欢给我花钱。我只是气气凤素素，不会花你的钱的，我们可以签协议。签协议？石小叔叔，这种捞女根本配不上您，您赶紧离婚吧。
那太好了，我有的是钱。我耐心有限，不想跪。凤氏集团就等着破产吧。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池家的支持，单凭你一人怎么让凤氏破产？你可以试试。小月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你是个好姑娘。苏苏这孩子不懂事儿，我让他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爸，你疯了吗？我才不要跟他道歉！你说了算。我没有看人下跪的癖好，算你识相。但我相信现世报。既然你喜欢羞辱别人，自然也要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你爸妈让我给他磕头，我还怎么在圈子里立足？还不如从这里跳下去算了。苏苏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胡话！让我女儿磕头，想都别想！池玉，你想使什么手段？只管放马过来！你们这么疼爱女儿，难道没发现她既愚蠢又恶毒，根本不像是凤家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她是个冒牌货。你挑拨离间的手段未免太拙劣。别紧张，只是合理猜测。凤苏苏，给小月下跪道歉，你还能保住你的千金生活。否则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。别听他胡说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没人敢动你。苏苏，你怎么了？难道小叔说的……我跪！跪什么跪？有点骨气！妈，不能因为我让凤氏集团遭受损失。之前是我太害怕失去旭东哥哥，所以才处处针对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给你磕头，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家人。苏苏，不要跪这种人！女儿，快起来！爸妈，你们别拦我。女儿以前不懂事，经常让你们为我操心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不给凤家丢脸。等一下，磕得太轻，可就没有诚意了。苏苏，没事吧？女儿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！这笔账我记住了。池玉，我们走吧。好，回家。池玉为什么会知道我不是亲生的？如果被爸妈知道，我会失去凤家的一切。不能被发现，绝对不能！池夜，明明教训了欺负我的人，狠狠出了恶气，为什么心里好难受？好羡慕凤苏苏，如果我也有爸爸妈妈，他们也会保护我、关心我吗？就因为这个难受？是啊。我还以为看到池玉东订婚，你舍不得呢。怎么会？我早就不喜欢他了。真的，我记得当初某个傻丫头，偏偏捧着饭盒在梨树下等人，男人随便编个理由骗她，她都信以为真，甚至一边傻乐一边把凉透的饭吃光。好美，好美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努力爱自己，也有我保护你，关心你。谢谢。
你好，我想找池玉。找池总？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我来给他送饭。能不能有点创意？看那边，送饭的、保洁的、按摩的。装也装得像一点，就你这样还想混进去见池总？省省吧。你误会了，我是池玉的妻子。你如果是，那他们都是。一边去，别妨碍我工作。风先生，我们应该没什么好聊的。你那天说苏苏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怎么，你相信？当然不。只是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当初苏苏刚出生时，浑身通红，我隐约看到她后背有一颗朱砂痣，就在右后边腰上。怎么可能？这样他岂不是和总裁？可是等他从保温箱里出来，后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一直以为是自己眼花，把血渍扮成了朱砂痣。可那天宴会上，我隐约看到小月的后背上也有。不是吧？找了一大圈，结果太太就是那个女人。你想说，小月才是你女儿？你说的对，这对苏苏也不公平。算了，你就当我没来过。池玉，谢谢你配合我帮我出气，这是你给我的卡，我没动过。如果你想离婚的话，我们明天就可以。利用完了就想跑？没有没有，只是我们不离婚，你不但会被耻笑，还会失去家主之位的。那些对我都无所谓。那你喜欢？喜欢什么？池太太还没吃饱。我想喝水。池玉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抱歉，我得先找到他。阿姨帮你换的，先喝点蜂蜜水。看来是凤望庭看错了，小月不是那晚的女人，也不是凤家千金，可襁褓肚带上绣的确实是个凤字，真的只是巧合。常特管，我刚刚提到朱砂痣，你说和池玉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总裁也在找后腰有朱砂痣的人，他是总裁死对头。太太要真是凤家千金，凤家人知道她和总裁一夜情，还不得把总裁撕了？我可不敢说。原来如此，看来真是我看错了。还好提前遮盖住了。
我有个局要去，你乖乖在家躺。池月，其实你一点也不可怕。才知道，所以知道那晚的女人是我，你一定会负责的。可我不想用责任绑住你。竟然真的怀孕了！我刚信誓旦旦要离婚，老天就给我开这么大玩笑。还疼不疼？指甲盖大的伤口，你就别大惊小怪了。你早点回国，想办法跟我弟把婚结了，也不至于使这种法子。大姐，叫谁大姐啊？一点脑子都没有。池玉怎么就娶了你这个蠢货？大姐何必找茬？你这么大年纪又离了婚，我没喊你阿姨就不错了。你个贱丫头片子，我撕了你的嘴！陆小姐，你就是阿鱼为了气家里人的闪婚对象。看起来倒像是未成年，阿伟也真是的，找人演戏起码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也不怕耽误了小姑娘。你是？然然是安家大小姐，享誉国外的钢琴家，也是小玉的青梅竹马。也就是然然专注于事业，出国多年，否则怎么会让你这个孤女钻了空子？青梅竹马，没听池玉说过。你如果不甘心自己来抢，我相信我老公。别生气，你可是千金大小姐，还怕他一个泥腿子？姐姐说的对，阿玉会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池玉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，以防你听完之后只是出于责任不离婚。我必须提前问你一个问题。好，你问。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？一点点嘛，有的吧。一点点也够了。其实，我就是……有事？阿叶，你能不能来一趟？我有事和你说。我在陪老婆，没空。阿叶，你还记得家宴那晚吗？我怀孕了。是你？我不想破坏你的婚姻，今晚好好谈谈吧。怎么了？是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我要出去一趟，有什么话晚点说，好吗？那你一定要早点回来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好，等我。阿佑，坐下喝一杯吧。据我所知，你才回国不久，不可能出现在池家家宴上。那是骗你的。那晚我刚回国，想给你个惊喜，谁知你喝醉了。
既然你隐瞒了这么久，为何现在又找我？我也是刚知道，他也是你的孩子，你有权知道他的存在。怎么证明？没办法证明了，不过把那晚的事重复一遍，你应该能想起来。池月，你回来了。原来他一夜未归，是和安然在一起。原来他们真的是青梅竹马，我才是第三者插足。原来他真的不属于我，那些温柔，只是习惯吧。怎么傻坐着？不开心？抱歉，我昨晚有点事没赶回来。你昨晚想跟我说什么？没事，是投的简历有消息了，通知我去面试。确定要去青鸾珠宝？虽然只是凤氏的子公司，但碰见凤家人的概率也不低。进青鸾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，总要试一试。别紧张，你很优秀，一定可以通过面试的。宝宝，你爸爸真的很温柔，可他不属于我们。我还要出门一趟，你自己能行吗？当然，你去忙吧。去青鸾珠宝盯着，别让人欺负太太。明白。不过总裁，您昨晚真的和安小姐在一起？网上热搜都传疯了，说你们好事将近。太太应该也看到了吧？你要怎么办？全部撤掉！被他看到，你年终奖没了！等妈妈找到工作，就能赚钱养你了。陆小姐，恭喜你，3日内会给你 offer。谢谢。大小姐，您挑的珠宝已经放进大厅展示柜了，不愧是凤总的千金，眼光真是独到。我现在是青鸾珠宝的副总，我妈吩咐的工作当然要做好。她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这个小姑娘很不错。是吗？抱歉，你的背调有问题，青鸾不予录用。什么问题？别装傻了，我们公司已婚男性不少，陆小姐进来，恐怕要把公司搅得乌天瘴气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种捞女我见得多了，为了嫁进豪门，连别人未婚夫都要勾引。既然如此，还来上什么班？在床上讨好男人，应该也能赚不少吧？凤苏苏跟你说的对吧？总裁，凤苏苏也在青鸾，太太面试没通过。
鸾珠宝的水平也不怎么样，这种假货都能拿出来展览。站住！谁允许你对我的产品指指点点的？你一个贱民，难不成还懂珠宝？张口就是假货，你知道它多少钱吗？我当然知道。这尊天然翡翠玉如意，我花850万买到的。怪不得我看它色泽温润，晶莹剔透，果真是块好玉。就你一辈子也买不起吧？那是。陆小月，你连个零头都没见过吧？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是没见过，但这么明显的造假，机器一照就能拆穿。还装？你该不会面试没过，想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手段让公司录用你吧？你穿成这样来面试？旭东哥哥，他骂我，还说我买的玉如意是假货。陆小月，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苏苏的藏品动辄上千万，自有大师鉴定，你那点专业知识就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。注意你的身份，叫小婶儿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叫小婶儿。要不我跟池玉说，你不想当总裁？小婶儿，乖。别以为傍上池玉你就野鸡变凤凰了。你侮辱青鸾珠宝的名誉，我分分钟让你吃牢饭，池玉也救不了你。如果我能证明它是假货呢？那我就赔你一个真的。好，你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干什么？800万！贱人，你疯了！放心，最多值个几万块，摔碎了你也不心疼。哦，差点忘记，你还要赔我一个真的。你还想要真的？陆小月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双倍赔偿我，否则我让你牢底坐穿。都跟你说这是假的，听不懂人话，想当老赖啊？闭嘴！凤家大小姐你也敢骂？这玉如意碎成这样，谁能看出真假来？怎么看不出来？挖坑填胶，从底部挖空翡翠，填满胶质，非常普遍的造假手段。身为凤家的继承人，竟然被这种小伎俩骗了。真的是假货？你胡说！这是我从凤家世交的长辈手里买到的，他可是收藏大家。你以为从网上随便搜几个词就能糊弄我们？就是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，见过好翡翠吗？赶紧滚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赌不起就别赌，赌得起我也不给你。真把自己当豪门太太了是吧？当初我能让你趴地上吃垃圾，现在依然能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凤苏苏，我自问没招惹过你，也根本没和你抢人，你有完没完？你是美，但我嫌你碍眼。你这样的狐妹子，有什么资格进池家？还妄想高我一头！今天我就毁了你这张脸，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！住手！妈，是陆小月她怎么了？她摔了你让我准备的玉如意，她可是我从周伯伯那儿花了850万买来的。我不但看到，还亲耳听到。为了一个男人，你是非不分，手段卑劣，哪里还像是凤家未来的继承人？我不是。妈，这次苏苏确实冲动了，毕竟订婚宴上陆小月那样羞辱她，苏苏头上的伤还没好，您就别责怪她了。妈，凤苏苏，你给我在青鸾好好反思，收收你的脾气。我很欣赏陆小姐的能力，
要不要来凤氏集团的研发部？妈，青鸾珠宝已经把他刷掉了，他有什么资格去总公司？张总监，是你拒绝录用的，你手底下有几个能一眼辨假的能人？没错，是我不想让他进的，他毁了我的订婚宴，百般羞辱我。您不但不追究，还让他进总公司，到底谁才是您女儿？闭嘴！你还不知悔改。凤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陆小姐，为了表达歉意，我会在孤儿院组织一场慈善拍卖会，有兴趣的话跟我来。安姐姐，我想毁掉一个人。小月，来都来了，咱们也要唱一首吧。今天这局可是专门为你组的。来一首，来一首。我不会唱歌，抱歉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别走呀！不唱歌，那可就要罚酒了。来，庆祝小月同学加入研发部。我真的不能喝酒。陆小月，迎新是我们部门传统，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想搞特殊？对呀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一口就闷了。小月，我们是好心带你融入集体，你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吧？我真的不能喝，我要走了。哎呦，怎么就这点酒量？行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先把小月同学送回去。好嘞，慢走啊。大小姐，人给灌醉了，您看。随便你怎么玩，脸必须给我拍清楚。是。您放心。我要旭东哥哥和池玉都看到你是怎么伺候一头猪的，看你还敢装清纯。您放心。我要旭东哥哥和池玉都看到你是怎么伺候一头猪的，看你还敢装清纯。小宝贝儿，这药带劲儿吧？像你这么清纯的学生妹，吃了这药也得饥渴难耐，求着我帮你。还想跑？放开我！这小手真嫩啊！不要，池玉，救我！小宝贝儿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，乖乖伺候叔叔，叔叔争取不弄疼你，好不好？小娘片儿，你敢咬老子！他娘的，
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老子今天弄死你！不要，求求你，我怀孕了。怀孕好啊，玩起来更爽。你他妈谁呀？干坏老子好事儿！混蛋！你知不知道老子什么身份？老子是凤氏集团的经理！你踹我这一脚，我要让你双腿都废掉！迟疑，我好疼。别怕，我们去医院。凤苏苏呢？保镖马上带人过来。医生，什么情况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。总裁，太太她……迟月，我突然想吃杨梅，你能帮我买吗？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想吃啊！马上回来。迟月，你这是绑架！你想干什么？滚进去给小月赔罪！你有病吧？他进医院又不是我弄的，我干嘛要给他赔罪？迟毅，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妈一定会弄死你！他来之前，我会先弄死你。松开，小叔叔，我错了，我救命，救命！我不能呼吸，不能呼吸。迟毅，呼吸，住手！不怕，没事了。迟玉，你疯了吗？你们来的正好，小月就躺在病房里。凤苏苏不愿意，那就你们替她赔罪。小月怎么了？到底什么情况？说清楚。太太，您怀孕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总裁？我们迟早要离婚的，这个孩子不该来。您别瞎想，我们总裁这么喜欢你，怎么可能离婚？安然回来了，您都知道了。没想到我才是小三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总之，你千万不要告诉迟玉孩子的事儿，我不想耽误他。可是，太太，那这个孩子您不打算要了？月份大了，我不忍心打掉。太太，您千万把身体养好。我现在不好跟您解释，但您一定要相信总裁，他爱的是您。程谦，之后也拜托你和医生说一下，让他们保密。如果迟玉发现我怀孕，一定会为了孩子不离婚。什么孩子啊？我没有。你还小，这事不急。哦，他果然不想要孩子。总裁，你怎么不争气呢？还不滚进来！给陆小姐道歉！我不要！怀孕会是我提议的，没错，但我又没强迫她，是她自己犯贱勾引黄经理。你还不知悔改？妈，别打我！为了一个不想干的人，你要这么狠心对我吗？兰兰，有话好好说。别动手，
这件事你确实过分了，就算小月跟你有矛盾，也不能用这么下作的手段。快跟人道歉！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况且他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既然觉得是玩笑，我也给你安排一次，怎么样？凤苏苏，最后一次道歉，否则就滚出凤家！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你想怎么惩罚他？我不想看到他。凤总听到了，你把凤苏苏关在家里也好，送出国也好，总之不要出现在小月面前。等我出手，我不敢保证他会是什么下场。救命！我不要变成疯子！陆小姐，我愿意做阳光孤儿院的长期投资人，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小月，我名下的餐厅也对你免费开放，给你最高待遇。你们确实很疼凤苏苏，难怪她这么肆无忌惮。凤总对孤儿院的投资我接受，其他的不需要，你们走吧。见钱眼开。爸妈，我们走。小月心地善良，你们还真好意思走。有完没完啊？是他自己不要的。凤总，你女儿差点毁了我太太，什么补偿都远远不够。不过听说你安排她去了总部，既然你这么看重她的能力，分10%的股份不过分吧？池月，我不要！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！我也才5%的股份，他一个外人还想拿10%，做什么白日梦？10%不可能。那就2%。凤先生，你名下的5星级餐厅不少吧？小月做菜有天赋，又曾经在你的小馆子里兼职，相信你不介意分他一家。不行，我真的不能要。小月，你别拒绝，这是苏苏欠你的。你和凤总身为父母，欠小月更多。不可能是他。林敏，40岁，在家啃老，至今未婚。21年前未婚先孕，生下一个女儿，然后将她遗弃在孤儿院。我年纪小养不起，只能送孤儿院寄养，难不成这也犯法？你扔掉的不是亲生女儿吧？当然是亲的，我扔别人孩子干什么？还狡辩！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你涉嫌拐卖儿童，关你个几10年不成问题。不是老板，我也不想，可我女儿生下来就病弱，去孤儿院养不活的，那个孩子活得好好的，我带您去找，求求您别送我去坐牢。去凤家接回你女儿，说出真相，事成之后给你100万，否则现在就送你去警局。100万，愿意愿意。我有个更划算的买卖，要听吗？果酒没什么度数。我再也不想碰酒了。别担心，凤苏苏很快会消失，伤害不到你。你不会真的要把她弄成疯子送进精神病院吧？不信我，敢靠近我的女人没几个，她们有的疯了，有的销声匿迹，但都是自食其果。阿玉，原来你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拍卖会马上落幕，兰姨请我弹一曲，走吧。一起去。阿玉，你好多年没听过我弹琴了吧？这首曲子送给本场慈善拍卖会，感谢诸位慷慨解囊。这架钻石钢琴就5场送给孤儿院吧，算我给兰姨捧个场。大惊小怪什么？安家又不缺这点钱。你懂什么？
这架钢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施坦威限量版，单单是上面镶的那颗钻石就价值连城。安小姐也太大方了，这孤儿院真是走了狗屎运。怎么了？那颗钻石好像是假的。你懂个屁！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施坦威，怎么可能镶嵌假钻石啊？陆小姐，1000万的琴在你看来可能天方夜谭，但对安家来说不算什么。难不成孤儿院是嫌我捐的少？原来是孤儿院的人，这胃口也太大了吧！1000万还嫌少，真是又穷又贪。本来就是假的，我要是说错，赔你1000万。陆小姐，你没看错，这颗钻石光泽度极高，火彩太过刺眼，反而显得不自然，不像是天然钻石，更像墨僧石。不信的话，测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没错，确实过于耀眼。连蓝姨都这么说，看来是我被骗了。没事，你也是好心。拍卖会到此结束，多谢诸位捧场。陆小姐，抱歉，是我好心办坏事了。阿玉，刚才那首曲子是为你弹的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。那晚你亲口说会对我负责，是真的吗？安然，小玉，安小姐如此真性情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我同意让安然嫁进池家。你来掺和什么？什么掺和？我是你爸，还不能管你了？我以前是看不上安家，但安然好歹是书香门第出身，总比一个孤女强。我做主，3天后就举办婚礼。怪不得，原来是池王家主从前不同意，他们才没结婚。池伯父，3天会不会太快了？我不想让阿玉为难。不快不快，安然呀，小玉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那被那些心思不纯的女人惦记。池老，这不太好吧？池毅和陆小姐已经结婚，看着也恩爱。凤侄女，这是池家家事，你就别掺和了。我不会离婚。臭小子，安然都跟我说了，你们生米煮成熟饭，孩子都……池氏的乱子解决了，你如果太闲，我不介意把集团铲平。池毅，你是池家人，不想着怎么帮旭东坐稳总裁之座，还在这说风凉话，我看你真是被这个小狐狸精迷晕了。你真和安然发生关系了？池玉，你真够混蛋的！阿玉向来有担当，陆小姐孤身一人，就算她想离婚，也会安顿好陆小姐再说。您就别逼她了。哼，她就是瞎操心，人家说不定早就找好下家，还需要她安顿。女儿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你喊谁女儿？女儿。妈当初实在是连自己也养不活，怕连累你啊！这些年我捡垃圾、扫大街，就为了给你攒嫁妆。我终于有脸来见你了。你真是我妈？当然，我还记得我花光饭钱买了最贵的襁褓和小衣服。当妈的只能做这么多，幸好你活下来了。妈。
我不怪你。小月，确实是他把你丢在了孤儿院，但他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信我，回头跟你解释。池总不用操心我的事，你看哪天方便，我配合你去离婚。在这之前，我们不要见面。小月，别赌气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那你不用对安霞小姐负责吗？阿月，肚子疼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搞小动作。我也不想伤害陆小姐，可你让我怎么和爸妈交代？说我一夜情未婚先孕，孩子爸爸还是个有妇之夫。池月，你不能让我被所有人唾弃。想保全声誉，孩子给我，不耽误你另找他人。想要钱财资源，我尽量满足，拿了补偿，我们两清。你先在屋里待着，我出去买点吃的回来。妈，我去吧。这边你不熟，容易迷路，你乖乖待着，别出门，让妈照顾你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女儿，神经病，一边去！我是你，滚开！脏死了！苏苏，别这么粗鲁，她可是你亲妈。苏苏，我真的是你亲生母亲，我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安姐姐，你想拿她威胁我？是阿佑想借林阿姨拆穿你，刚巧被我拦下。但这事被她知道，你的身份一戳就破了。你有办法。如果陆小月永远消失在南城，我和阿佑结婚，你永远都会是凤家千金。拍卖会上的事我听说了，你是想借我的手除掉陆小月吧？一举两得，不是吗？你想怎么做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我们俩的关系，你给我烂在肚子里，快滚！苏苏，你现在是千金大小姐，能不能接济我一点？你想勒索我？小心钱没拿到，命先没了。我知道真千金在哪儿。他还活着，是谁？这事儿我连安小姐都没说，那个池玉恐怕也想不到，她就在南城的阳光孤儿院，活得好好的。真的是他。小月，你在哪儿？告诉我位置。不要来找我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快来吃饭。您先吃，我在外面吃过了，不饿，你快吃吧。其实，我看到小衣服上的字，就知道您不是故意丢下我。妈，那是个什么字？时间太长，我哪能记得？来，喝口水，别噎着了。没人看到你吧？大小姐放心，我提前破坏了监控。做得很好，下去吧。陆小月，等你消失了，我就是货真价实的凤家大小姐。苏苏，苏苏烧这个干什么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小月的出生日期和血型竟然和苏苏一样。总裁，林敏把太太带出市区了，那边没有监控，找不到人。安排人地毯式搜索，再去查安然和凤苏苏的行踪。
这是我在附近山里找的地皮。苏苏，你准备干什么？这还看不明白？上次让这个贱人逃脱了，今天我要亲眼看他被玩烂，之后再卖到山里，谁都别想找到。这是犯法的吧？拐卖儿童也是犯法的，你不是也做了？女儿，妈也是为了你。别跟我演母女情深，如果不是陆小月恰巧出生，被扔掉的就是我，不许再叫我女儿。你给我办好陆小月的妈。白嫖一次还能拿钱？不做就滚，我再找别人。你去录视频。安姐姐，事儿马上就成了，你可要说话算话，帮我保守秘密。放心，拆穿你对我没有好处。等你杀了陆小月，再来找我。你让我杀人？之前我们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苏苏，只要陆小月没死，石坠一定会找到她的。杀了她，你才能永绝后患。我不想背上人命。别犯傻了，无论她是死是活，被发现我们都得坐牢。不如直接弄死，你也更能坐稳接兵之位。再说，你也不需要亲自动手。你妈在帮你录像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妈，你帮着她来害我，为什么？我是你女儿，你是我女儿不错，可你从来没孝敬我一个子儿。凤小姐可是花了大价钱雇我。骗子！你们全都是骗子！这里的事，一个字都不许说，滚！计划有变，你想不想要更多的钱？凤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给你1000万，杀了他。1000万？我不要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杀人。你不杀他，我就杀你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安排人把你送走，有1000万在手，你这辈子都不用愁了。这20年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里，现在该你了。苏苏怎么办？警察来了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啊！闭嘴！这些全都是你做的，听明白没？明明是你逼我杀人，这可是死罪，我会被枪毙的。如果我被抓，你作为我的帮凶一样逃不掉。保住我，凤家不会让你坐牢的。小月，醒醒！池月，肚子好疼。抓起来带走！小月有事儿，让她陪葬。是。有发现吗？仔细翻了，没有其他可疑的人。走吧。
把陆小月带走了。坚持住，小月，坚持住！小月，别怕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池月，我好困。小月，不能睡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说要创立属于自己的珠宝品牌，你还说要给陆奶奶养老送终，还有我们还没有生一个宝宝。我们的宝宝，所以你不能放弃，知道吗？家属在外等候。那颗痣，小月，原来一直都是你，我真是个蠢货。小月怎么了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为了找陆小姐，你差点掀翻整个南城，无人不知。于是我问了常特管，他说陆小姐被绑架，伤得很重。如果让我查到绑架和凤苏苏有关，我会让凤家彻底消失。如果真是他所为，不需要你动手。谁是患者家属？我是。孩子保不住了，需要做手术拿掉，签个字吧。什么？孩子？患者子宫撞击严重，再加上精神受到刺激，流产了。流产？医生，请您一定要救她。快联系血站，孕妇大出血！阿玉，血库里的血为什么不用？患者是罕见的 Rh 阴性血，你们如果有一样血型，去做检查，提前预备着。我可以输血。池月，你别着急，蓝颜刚巧是 Rh 阴性血，就让我们帮忙吧。这是凤家欠小月的，你们确实欠他，但他不需要你们的血。别挡路，我派人去找。现在不是毒气的时候，等你找到血源，他不一定能撑得住。小月的孩子没了，他自己性命垂危，这都是拜凤苏苏所赐。如果可以，我会抽干你的血救他，可他用不了。什么意思？想知道，你可以亲自试一试。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抽血。你早就知道了。兰兰，你不是去抽血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的血不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小月是我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小月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原来我没看错，她真的是。还好送的及时，大人平安了。谢谢医生。太好了，女儿没事。人已经转入普通病房，过半个小时再去探望。王婷，怎么办？我既然纵容凤苏苏，
一次又一次伤害小月，他不会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我优柔寡断，不敢去亲自验证，小月也不会平白受这么多苦。小月很单纯，谁对她好，她就对谁好。即使凤苏苏数次伤害她，她也从来没有迁怒过你们。小月有权利不原谅我们。兰兰，我们不该奢求小月原谅，我们要做的是尽力补偿她，保护她。你说的对，池月，小月被绑架，你为什么会怀疑凤苏苏？绑架小月的人叫林敏，她是凤苏苏的生母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小月的位置被鸠占鹊巢20年，凤苏苏也该付出代价。小月，我在。池月，想哭就哭出来，不要憋在心里。你不知道，那是我们的孩子。小月，我都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对安然负责吗？因为他在后腰纹了一颗朱砂石。谎称那晚的人是他，还假装怀了我的孩子。我也没有很难过。是吗？我爱的人不爱我，那我可就要难过了。你爱的人，小月，我爱你，从很久之前。宝宝离开了我们，我很难过，但我更庆幸的是你平安无事。池月，我也爱你。是凤苏苏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要他付出代价。既然如此，就先夺回属于你的东西吧。小月，你想做什么，我们都会帮你。凤总，凤叔叔，我要对付的是你们的女儿。小月，你才是我们的女儿，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。不可能。小月，你还记得那个小肚兜吗？上面绣的是凤字。没错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你没出生时我绣上去的。女儿，妈妈不奢望你原谅我，妈妈只希望帮你讨回公道，求你不要拒绝。好，凡是敢伤害你们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诸位，这次邀请大家来参加池家晚宴，是想宣布3件喜事。这第一件就是我儿池玉和安家千金傲然订婚仪式。池总一表人才，安小姐温良淑多，这两人在一起还真是天作之合。第二件事就是安然怀了我池家的宝贝孙子，恭喜恭喜啊！这是池家世代相传的镯子，说就当做你和小玉的定情之物。谢谢伯父。陆小月那个贱人喜欢他就算了，安姐姐也费尽心总要嫁给他。因为他是池家实际的掌权人，光这一条就能让无数女人趋之若鹜，也能永远压我一头，让我没有出头之日。旭东哥哥，等我妈把凤氏作为嫁妆送给我们，你就是凤氏名正言顺的接班人，到时候你就不用怕他了。苏苏，上次我在你卧室看到被烧掉的陆小月的档案，你烧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妈不让我找那个贱人麻烦，所以我就烧个档案出出气而已。好了，我去找我爸妈聊聊公司的事儿。如果真能得到凤氏集团，那么凤苏苏是不是真千金都无所谓了。小月，给安然带上吧。
我才是池玉的正牌妻子。这个镯子应该属于我吧？陆小月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溜进来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出来？赶紧滚！池家不欢迎一个没教养的野种。我是池玉的妻子，凭什么不能有？安然上赶着当小三，还未婚先孕，岂不是更没教养？阿玉和我青梅竹马，他只是为了等我，因此才找你协议结婚而已。谁知你贪得无厌，竟然妄想真的嫁给阿玉。可惜，阿玉根本不爱你。这池总竟然已经结婚了，还没离婚就急着订婚，确实不太厚道。你没听安小姐说吗？协议结婚而已，又算不得真。这个女人野鸡想变凤凰，死缠着池总不放。既然你非要来自取其辱，那就趁这个机会把离婚协议签了。我不签。不要不识好歹，池家有的是办法让你离婚。陆小姐，我突然想起你在孤儿院里长大，那这个孤儿院应该对你很重要吧？你想说什么？陆小月，你要是再不签字，我就推平孤儿院。签字吧。阿玉叫你签字，没听到吗？告诉我，你和安然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？否则我不签。老宅晚宴上，我喝醉和安然发生了关系，她怀孕了。那晚阿玉喝醉，不记得我了。事后我紧张逃跑，为此还打破了阿玉的脑袋。那池夜要找的人是安然。没想到池总和安小姐还有这么一段甜蜜的邂逅，果然是命定的缘分。还不快签字，滚出去！等等，阿玉，宴会上人多，我怀着孕不方便，不如让陆小姐给我当一晚上佣人，我可以开工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安然，你别欺人太甚。别急着拒绝，你的孤儿院不是缺钱吗？那好，给我100万，我就当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是你要给我开工资的，给不起早说啊，也不嫌丢人。谁说我给不起？你扫我吧。滚去拿杯水给我。安小姐，你真的怀孕了？当然，那你还喝这么多酒，就不怕孩子长成畸形？医生没跟她说吗？瞧她刚才那种喝法，好像根本不记得自己怀孕了。她还穿着高跟鞋，该不会真是假怀孕吧？安然，怎么回事？怀孕1个多月，你连这些都不知道忌讳。我不常喝酒，真的忘记了。陆小月这是挑拨离间，阿玉伯父，你们千万别被他骗了。这可是池家的长孙，不要粗心大意。想证明很容易啊，池家不是有家庭医生吗？做个血检就知道了。陆小月，谁允许你对我池家呼来喝去的？安然怀孕是我陪着检查的，还能有假？再胡搅蛮缠，我叫保安把你赶出去！大姐，
我只是有点好奇罢了。安然不是说迟毅不记得吗？那他怎么证明那晚的女人是他？我自有证据，不需要告诉陆小姐吧？我虽然签了字，可如果不去办离婚，这份离婚协议就不算生效。你不说，我就不去。安然后腰上有颗朱砂痣，那晚的细节我也都记得。要我讲给你听吗？不要脸！巧了，我后腰上也有一颗朱砂痣。是你见到的那颗吗？没错，一模一样。贱人，你敢勾引阿玉！阿玉，你别信他，他的痣肯定是纹上去的。这么说，你也可能是纹的。不是的，阿勇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7号回国，去了老宅找你，你可以去查航班信息。长青，去查还安然一个清白。谢谢你，阿玉。小月，你别犯糊涂，就算陆婉月有痣，她也进不了池家老寨，更不可能和你发生关系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刚才就成功溜进来了。总裁，我查了安小姐的航班记录，确实是7号的飞机。阿月，我说过不会骗你的。但是7号之后，安小姐接收过大小姐的邮件，地址显示在国外，邮件里是太太的照片。另外，大小姐向我打听过那晚发生的事。意思是说，池总和陌生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，安小姐还在国外，所以是池荣把这件事告诉了傲然，傲然回国纹了痣，顶替陆喜月身份上位，好一出大戏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阿玉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既然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那么怀孕也是伪造的。我宣布，池家和安家的联姻作废。凭几张纸不能说明什么，订婚仪式已经办了，你给安然戴上镯子，安然就是我池家的儿媳妇。没错，阿玉，我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，你不能。安小姐，你仔细看看手上的镯子，它跟你的孩子一样，都是假的。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阿玉的，你自己清楚。现在你是想把这个假镯子、假孩子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吗？贱人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我送的。池玉，你根本就没想和我订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明明说过会对我负责。你那些阴谋，真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？安然，我爱的人是小月，就算你真的，我也不可能和你结婚。陆小月只是个孤女，给不了你任何助力，你们没可能的，只有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，我才配当池太太。长青，把他给我扔出去。池玉，安然好歹是安家人，你不要做得太绝。抱歉诸位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其实这次晚宴还有最后一件大事要宣布，那就是我孙子和凤家丫头的婚期已定。为此，我池家和凤家都准备了一份大礼，送给这对小夫妻。
旭东自从被找回来，兢兢业业为集团办事，能力心境都十分出色。因此，我决定将池氏集团将家主之位传给池旭田，池氏集团送给凤家千金作为彩礼。谢谢爷爷，我一定会让池家更加强大。我没听错吧？池家能有现在的产业规模，靠的都是池总。在我看来，家主之位早该给池总才对，怎么能传给一个私生子？你不知道，因为池玉母亲的缘故，他们父子之间关系极差，再加上池玉不愿接受家族联姻，娶了这么一个孤女，可不就被私生子捡漏了？重点是，池家拿整个集团当彩礼，凤家真是捡了天大的便宜。既然池老家主如此有诚意，我也宣布，将凤氏集团作为嫁妆送给凤家的未来女婿。刚才谁说凤家捡便宜的？人家也拿集团做回礼了，不愧是强强联合，我都能想象今后南城的经济市场该是怎样一个龙凤和鸣的场景。小叔，没想到爷爷将家主之位传给了我，您一定很失望吧？老头子年纪越大越糊涂，池家今后要一落千重。池玉，池玉，你咒谁呢？到底什么办了？是你和爸赌气，自己辞去总裁之位。池玉，你还当自己是池家掌权人啊？我和旭东哥哥是真爱，况且我带着整个凤氏集团嫁过来，他怎么可能后悔？没错，我和苏苏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陆小月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不该嫁给池玉。费尽心机嫁给一个老男人，结果什么都没捞到。陆小月，我都有点同情你了。我也挺同情你的。你就嘴硬吧，我可是凤家千金，你只是个贱民，连我一根小指头都挨不到，你凭什么同情我？如果连你都没有呢？凤苏苏，你认识他吗？这是哪来的贱民？我怎么可能认识？可是他说她是你的母亲。他怎么可能是我妈？我妈是凤兰，是凤氏集团总裁。陆小月，你随便找来一个贱民就想来污蔑我，做梦！苏苏，跟我回去吧，你骗不过他们的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这个老女人扔出去！凤苏苏，你这么着急撵人走，难不成是心虚了？凤苏苏，你作何解释？爸妈，这东西是可以伪造的。我们在一起生活20多年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们的女儿？有道理，这位大妈，你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她是你女儿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造谣污蔑凤家千金是要坐牢的。我有证据，这是亲子鉴定。凤老板，你看，什么亲子鉴定？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撕了它，正好可以当场再做一份，省得你又说是伪造。风苏苏，你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们结果了。好，我承认，我不是你们的女儿，我不是凤家千金，那又怎么样？凤氏已经属于我和旭东了。既然凤苏苏不是我女儿，那么凤氏集团也不可能属于你们。妈，你太天真了，
我们白纸黑字签了合同，凤氏集团是旭东的，池氏集团是我的。你现在想反悔，晚了。要不你们看看合同条款再说。我确实把凤氏赠予给了凤家的未来女婿，可凤苏苏不是我女儿，你自然也就不是我的女婿。池氏集团的赠与对象是凤家千金，不是你，凤苏苏。妈，我虽然不是您亲生的，但我一直把您当亲生母亲。我们从前多么幸福，您都忘了吗？我当然没忘。你鸠占鹊巢20年，你的幸福是从小月手里偷来的。你们知道了？不是的，我是无辜的，都是他把陆小月扔进孤儿院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，你绑架小月还想找人玷污她，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？那是安然指使我的，姐姐，你相信我，真的是他指使我的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可以给陆小玉道歉，我可以做养女，求求你不要赶我走。我相信，所以你和安然都要付出代价。旭东哥哥，帮帮我！你既然对小月做了这种事，还想让我帮你？凤苏苏，你如此恶毒，我要解除婚约。池玉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小月，说没事吧？哎呀，没想到小月是凤家千金，咱们池凤两家这下是珠联璧合，强强联手了。小月，原来我一直被凤苏苏骗了。既然你才是真正的凤家千金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订婚？你要不要脸？池旭东，你给我记清楚，她永远都是你的小婶婶，再敢起歪心思，就滚回你的孤儿院去。混小子说什么胡话呢？一边去！小玉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继续当你的总裁。池玉，回归入赘。真的要入赘，影响你的名声怎么办？名声不重要，我只想成为你的家人。医生，快叫医生过来！一点小伤，别哭。今天可是我们大喜的日子。都见骨头了，还说小伤，你是不是傻？刚才为什么徒手去接刀？因为我不能让你受一点伤。小月，先帮他简单包扎一下止血。池玉，我凤兰看人一向挑剔，但你今天能为了小月连命都不要，我认你这个女婿。谢谢妈。改口倒是挺快，不过入赘的事，我们凤家可不会亏待你。快送医院！要是老爷子有个3长2短，池家就全完了。小月，你不能走！放手！池玉，你给我放手！小月，我们从小在阳光孤儿院一起长大，10几年的感情啊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看在陆奶奶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 10几年感情，你为了攀附凤苏苏把我一脚踹开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这10几年？那是凤苏苏勾引我的，我是被逼的。小月，你现在是首富千金了，只要你帮我求求情，我还能做池家家主，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你不仅自私虚伪，还蠢得无可救药。池玉东，你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。老头子给你的股份不过是我当年不要的废纸，你什么意思？池旭东少爷，池氏集团的核心资产一直都在池总名下，老董事长转让给您的只是一具负债累累的空壳，
您现在不仅不家主，还背负了10个亿的债务。不可能，爷爷不会骗我的，这不可能！从今天起，收回池东庸在池家的一切特权，冻结所有银行卡。池家不需要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废物，净身出户，滚出南城！小叔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池家的血脉，放开我！陆小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吓到了吗？只觉得很爽，恶有恶报。我们凤家的女儿就该有这种恩怨分明的气魄。好了好了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小月肯定累了，我们一家人回家吧。不行，你的手必须马上去医院处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太委屈你了。你可是南城第一门的掌权人，为了我放弃一切，别人会怎么说你？怎么，凤家大小姐刚认祖归宗就不想对我负责了？别人的看法与我何干？先上车，听话。太太，去医院还有20分钟车程，您先帮池总简单包扎一下止血。安然那个疯女人，你干嘛要徒手接刀子？我不接，伤到的就是你和孩子。这个傻瓜，总是毫不犹豫地把我护在身后，那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手开玩笑啊！你现在连池氏集团都不要了，还把所有财产都给我，以后要是别人嘲笑你吃软饭怎么办？吃老婆的软饭，我乐意之极。我是认真的，你可是南城高高在上的池爷，入赘这种事儿太影响你的名声了。名声算什么？池家对我来说，从来都只有算计和冰冷的利益。老头子只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，池静和池旭东更是恨不得我死。小月，只有你才是我真正的家人。可是你失去了总裁的身份，我怕你心里会有落差。没有可是，就算我净身出户，凭我的能力也照样能养活你。还是说凤家大小姐嫌弃我这个穷光蛋了？当然没有，就算你一无所有，我养你都行。既然不嫌弃，那池太太是不是该给我一点补偿？什么补偿？为了救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连家产都上交了，要个名分和安慰不过分吧？等处理完池家这些烂摊子，我会给你一个最盛大的婚礼。我要让全南城的人都知道，你陆小月是我池玉名正言顺的妻子。只要有你在，什么形式都不重要。我池玉此生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喂，妈。小月，醒了吗？快带小玉回凤家，妈妈给你准备了惊喜，咱们还要商量认亲宴的事儿。好，我们马上收拾过去。岳母大人的电话。妈让我们回凤家。走吧，去看看凤家给你准备了什么排场。陆小月，池玉，你们害我失去一切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好过。是我，池旭东。凤二爷不是不想让陆玄顺利认祖归宗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认亲宴上，我帮你们毁了他的名声。事成之后，我要凤氏5%的股份。小月，快尝尝爸爸亲手做的桂花糕。这些都是我和你爸连夜挑的，看看喜不喜欢。妈，这也太多了。这算什么？我凤兰的女儿，值得全天下最好的。下周的认亲宴，我要请全南城所有的名流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身份。你来干什么？万一在宴会上不懂规矩，丢的可是咱们整个凤家的脸呐！二叔多虑了，教养这种东西，看的是骨子里的品行，不是穿金戴银装出来的。
凤苏苏倒是从小受名媛教育，不还是做出了绑架杀人的勾当。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她是我迟毅的妻子，凤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，怎么没资格说话？倒是二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手画脚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凤氏集团现在是我说了算，小月是唯一的继承人，你最好收起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认亲殿上你们能风光到几时。池总，您猜的没错，凤建国最近和池旭东有暗中接触。池旭东这只丧家之犬还真是阴魂不散，他们似乎打算在认亲宴上对太太不利，需要我提前把池旭东处理掉吗？不用，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在全南城名流面前陪他们玩把大的。宴会的安保全部换成我们的人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来。明白。另外，去准备一份大礼。敢动我的女人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。感谢各位莅临。今天我要向全南城宣布一件事，我身边的陆小月才是我凤兰唯一的亲生女儿，凤家真正的千金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陆小月就是我凤家的女儿。大嫂，恭喜你找回亲生女儿啊！不过这刚找回来的女儿就急着认祖归宗，会不会太着急了点啊？建国，你想说什么？大嫂别误会，我作为二叔，自然是心疼侄女的。为了庆祝小月认祖归宗，我特意寻来了一套传家级别的帝王绿翡翠项链作为贺礼。天哪，这水头，这颜色，绝对是极品帝王绿！凤二爷真是大手笔，这套项链起码价值上亿吧？小月啊，二叔知道你在孤儿院长大，肯定没见过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不如你当着大家的面好好品鉴品鉴这套项链。陆小月，你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酸孤儿，懂什么帝王绿？今天我就要亲眼看着你在这个认亲宴上丢尽脸面。方建国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小月才刚回来。大哥，我这也是为了小月好，提前让她适应适应上流社会的规矩。妈，没关系，既然二叔这么有诚意，我作为晚辈，自然不能服了他的好意。差点忘了，石太太可是名校宝石与材料工艺学的高材生。小月，你可得看仔细了，别把这极品翡翠当成玻璃碴子。就这破烂玩意儿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二叔，您确定这是传家级别的帝王绿？你什么意思？这可是我花了1个亿从缅甸公盘拍回来的。1个亿？二叔，您怕是被人当成冤大头给宰了吧？一派胡言！你一个乡巴佬懂什么？我不懂，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表面会有橘皮效应，内部结构紧密，而这串所谓的帝王绿不仅没有橘皮效应，反而布满了酸薯过后的龟裂纹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是不是胡说？拿个紫王灯一照便知。常特助，麻烦借你的紫外线鉴钞笔一用。太太，您请。天哪，真的是弊家 C 货，猪脂染色的假翡翠！凤二爷居然拿假货当贺礼，这脸可丢大了。这紫光灯肯定有问题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随便拿个破灯就想污蔑我。二叔，我可是名校宝石与材料工艺学专业的，除了荧光反应，这翡翠的颜色浮于表面，根本没有色根，敲击声音沉闷发哑。您要是不信，我们现在就请国家级鉴定师来出个证书。天然翡翠的折射率在 1.66 左右，密度是 3.33， 这串东西轻飘飘的，里面全是神养质。二叔，您这1个亿，怕是连个响都听不见。好啊，凤兰，你们母女俩合伙做局搞我是吧？还有你，池玉，你一个被池家扫地出门的丧家之犬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看我的笑话？口口声声说入赘，说白了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？
凤家可不是你们这对狗男女能撒野的地方。凤建国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乖，别跟垃圾生气。吃软饭，凤二爷怕是对我的财力有什么误解。凤总，这是池总名下暗夜海外风投资基金的资产证明，请您过目。这规模竟然比池氏集团还要庞大数倍！暗夜基金那可是华尔街最神秘的资本巨鳄，原来池毅根本不是被赶出池家，是他根本看不上池家那点产业。凤二爷，我们池总名下的流动资金买下10个您这样的旁支都绰绰有余。您说谁是吃软饭的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入赘，只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宠我老婆。凤家若有人敢欺负她，我随时能买下整个凤氏，让你们流落街头。我走，我现在就走。小月眼光不错，凤家交到你们手里，我放心了。这家伙藏得可真深。凭什么好东西都是池月的？陆小月，既然我得不到，池月也别想得到。奶奶要是知道我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她更会高兴你嫁给了我。喂，奶奶，我正准备进去看你呢。陆小月，好久不见啊！池旭东，你怎么会拿着奶奶的手机？那个老不死不听话，我只好请他来南郊的废弃工厂喝茶了。你别碰他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池玉名下暗夜基金的所有海外资产，一个人带着转让协议滚过来，敢报警，我就一把火烧了这破孤儿院，让这老太婆下去陪葬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池玉，他疯了，他真的会杀了奶奶的。唐青，池总，我已经锁定了池旭东的手机信号，确实在南郊废弃工厂。调集所有保镖，通知警方暗中布控，把工厂围死。明白？不行，池旭东说了让我一个人去，万一激怒他怎么办？太危险了，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面对那个疯子。奶奶是因为我才被卷进来的，我必须亲自去救她，我绝不能让奶奶出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微型定位器和窃听器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不要摘下来。记住，拖延时间，我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救你。奶奶，你点啊，点下去，你这辈子就真的全毁了。你以为我不敢？我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什么毁不毁？死？你池继东最怕的就是死，最怕的就是过穷日子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个丧家之犬。当初在阳光孤儿院，你虽然穷，但至少像个人。闭嘴！你懂什么？我本来就是池家的少爷，凭什么要在孤儿院吃剩饭穿旧衣？所以你就为了那些钱，抛弃良知，勾搭凤苏苏，甚至连抚养你长大的奶奶都要杀。是你们逼我的！如果池玉把家主之位给我，如果凤家没有认回你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就算给你家主之位，你也守不住。你骨子里就是个懦夫，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算计。我当然看不起你，连池毅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！不要！池旭东，你的地狱自己去下吧。你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以为我会让我的妻子一个人面对你这种疯狗？全都不许动，把人拿下！放开我！你算计我！算计你？对付你这种废物，还不配让我用算计2个字。奶奶，您受苦了，对不起。小月不哭，奶奶没事，没事了。旭东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孤儿院怎么教出你这么个畜生？老东西，闭嘴！陆小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本来应该是我的！再敢多说1个字，我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。小叔，我错了，你看在血缘的份上饶了我吧。池家没有你这种败类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吓坏了吧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一切阴霾终于彻底散去了，一切就像做梦一样，我真的要嫁给他了。小月，准备好了吗？我的宝贝女儿今天真是太美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凤家真正的掌上明珠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好啊，我们小月终于苦尽甘来了。奶奶，孤儿院翻新的怎么样了？池玉那孩子派了最好的工程队，孩子们现在住的可宽敞了，今天都吵着要来看你呢。走吧，新娘子，该出场了。池玉，我把凤家的无价之宝交给你了，你要是敢欺负他，我这把老骨头可不答应。爸，您放心，我绝不会给他掉一滴眼泪的机会。老公，其实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你是说你要当爸爸了？我要当爸爸了！哎呀，你慢点儿，放我下来！这场甜蜜的陷阱，我心甘情愿沉沦一辈子。